你就不怕万一伤了我，害我龙胎不保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要在这里等我弟弟回来。如若不见弟弟，我就死在这交房殿。你别想吓唬我！你以为我怕？好，要死！你看我皱不皱一下眉头？子夫！血！子夫，快叫御医来！快！外人，你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快传御医去兰陵殿！魏姬现在动不得呀，万一伤及龙胎怎么办？放肆！这里是交房殿，轮不到你在此大呼小叫。他待在这里一直流血，怎么能保得住胎？快点给我抬出去，拿板鱼来！不要啊！不要！难道这样能一尸两命吗？闭嘴！给本公主将所有兰陵殿的人轰出去！谁敢？谁敢动朕的人？陛下圣安。子夫，陛下，子夫，传太医令，快！御医，龙胎能保住吗？保住我的孩子，保住我的孩子。陛下不必焦急，太医令和汝医都在此，魏姬不会有事的。不会有事。那你之前为什么想把他轰出这交房殿？陛下，都怨我这个姑母说话时语气过重，不关娇儿的事。朕回宫，满心欢喜，急着想看朕的孩子，却在兰陵殿找不到魏姬。一问之下，才知道他弟弟卫青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转到交房殿，竟见卫姬淌着血，仍被人用力拉扯。谁能告诉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何卫青被抓？为何卫姬会在这交房殿？又为何他浴血在地，还要被人撵走？是不是有人想借机谋害卫姬，谋害我儿？原来这宫里群鸦乱舞，怪不得后宫不得安宁。统统给朕轰出去！卫姬怎么样？回陛下，卫姬无恙，皇嗣可保，出血只是……禀皇后，卫姬出血只因伤寒热毒，又忧郁过度，阴虚阳亢，气血逆行所致，暂无大碍，只需卧床静养，按时服药即可安胎。陛下，没事了，有朕在。我的孩子，放心，孩子保住了。太医令说，危机只是外感传理，气血逆行，只需卧床好好休息，吃药安胎就好了。我弟弟呢？卫姬，你放心，皇后已经出动亲兵去找。你也该为龙毅着想，别再激动焦虑，安心等候消息。姐姐，姐姐，卫青，姐姐，弟弟，参见陛下。免礼，来。姐姐，弟弟，姐姐，我没事，我看到你安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段大哥呢？
他不是去救你了吗？他人呢？我在这儿。我本前来探你，正巧碰上他们。谢谢你，段大哥。这次确实多亏段大哥相救。若不是段大哥舍身相救，我早就成了孤魂了。段大哥，段宏忠勇有功，朕必重赏。陛下，这次功劳最大的并不是我，而是公孙傲。二兄小心！段大哥，你们全都有功，那帮暴徒如今何在？都被抓了吗？朕非得亲自审问不可。我们一路赶回，尚未。段大哥，段宏，段大哥，传太医，段大哥，传太医，诺，段大哥。你深夜来献平安桃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你这礼是送错地方了吧？应该送去兰陵殿。我们这交房殿之前有人流血，有人昏倒，更有人大动干戈说要缉拿凶手，正可谓人心惶惶，如何平安？我问你，现在惊动皇上，替你办事的人一旦被捕，皇上追查，谁会受牵连？回皇后娘娘，没有人会受到牵连。逃者，逃也。言下之意，就是说该逃走的都逃走了。是的，岂止已逃，连桃树也被连根拔起，绝无后患。太皇太后有旨，宣窦太主、皇后前去传德殿接驾出关。参见母皇祖后。母。母后啊，为何选在深夜出关呢？哀家等不及了。母后，为何只有母后一人？皇太后呢？听说后宫大乱，皇太后当然要先回去，替哀家巡查清楚，看看是谁在惹是生非。娇儿，你的手为什么在发抖？是害怕吗？难道这事与你有关？到底是谁派人去抓那卫青？是谁让卫姬六神无主，偏要去你的交房殿血溅堂前？又是谁谋害我的曾孙？祖母，哀家不是吩咐过，让你好好保护卫姬，你是怎么保护的？母后，母后，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！母后之命，我们怎敢违背啊？是不敢违，还是阳奉阴违？母后，后宫凶险，互相诬陷排挤，无日无之。娇儿她更是众矢之的。母后，无凭无据，母后怎好？不要跟我说什么无凭无据。哀家在宫中几十年了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这种雕虫小技，怎么瞒得了哀家？娇儿，你说，哀家在这里天天静思，指望一片诚心，能福音大汉，求个皇嗣延冕，这有何用？
哀家自作孽，平日宠坏了你们，连哀家的曾孙都几乎受害。母后，就算是同一血脉，也有嫡庶亲疏之别。别再跟我说什么骨肉亲情，你们可曾想过，如果你们计谋得逞，皇嗣真的不保，哀家将如何面对3宫6院？难道堂堂的太皇太后要厚颜无耻的繁殖未基，庸人自扰，冤枉好人不成？你们身处这传德殿，面对先祖德行功绩，还敢拿亲情做掩饰，说得这么振振有词，苍天有眼呐！先祖有灵，何不问问他们，该如何处置你们？天诛如何？求父母恕罪！皇上驾到！哎，免了，免了。陛下，来，太医令说，再服3服就没事了。都下去吧。诺。来，御医说，卫青虽然伤得不轻，但都是皮外伤，该容易恢复。就是段宏的内伤，需要时间来调理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沈家与易叔叔去看过他们。易叔叔也给段大哥做了补汤，配合御医开的药，这样能好得快一点儿。看来你所知道的，比我还要详尽。他们都是我的亲人。亲人？你对亲人的关心紧张，真让我又痛又恨。陛下。你知道这2天我寝食难安吗？你知道，我怕胎儿不稳，又再出事。直到今天看见你精神起来了，我才放下心头这块大石。陛下，是奴婢不好，奴婢没有顾虑周全。你一向沉着谨慎，这次怎么会如此意气用事，拿自己的孩子去冒险？还到交房殿跟皇后大动干戈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你的性命也难保，你知道吗？奴婢没有想那么多，就一心想要救弟弟。弟弟一出生，母亲就把他托付给我，教诲我要细心照顾。我当时虽是个稚童，但是从那天起，就跟弟弟骨肉连心。生怕互不安妥，愧对王母。奴婢没有想到会伤到孩子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孩子真有什么不测，奴婢也不活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，孩子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所以子夫，你以后呢，凡事都要谨慎一点。就算遇到天大的事，也要先想想我，想想我们的孩子。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被人存心加害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一定还你公道。啊，陛下。这剑真值得你拦阻朕吗？陛下，由陛下登基至今，臣一直四处寻找真才，
良将，历经数载才将此剑铸炼成功。臣喜不自胜，一进宫就遇到了陛下，就迫不及待将此剑献给陛下。韩嫣，你果然对朕忠心呢。臣知道，陛下时刻想着平定边境，抵御外敌。臣就寻矿山采矿石，这是以金矿灵器第一次铸成的一把宝剑，此剑必能助陛下立万世霸业。正好此时，陛下喜得龙嗣，这实在是大吉之兆。臣祝陛下事事顺心。事事顺心？你可知道朕如今所愿究竟是什么吗？就是找出谁想谋害朕的孩子。果然是把好剑，起来吧。吓到你了吧？没有。你若对朕忠心，全无亏心之处，就不会怕朕斩你。韩嫣自问忠贞，天日可见。况且，陛下一言九鼎，一定不杀韩嫣。哦，这事儿你倒记得挺清楚。臣记得，当年陛下还是太子的时候，臣是陛下的伴读，一次临终射猎，陛下不忍射幼鹿。你当时就问朕，若他日做了帝皇，是否也会不忍？陛下对臣说，即使对天下人不能保证，但对韩嫣一定不杀。虽是儿时之诺，但既然君无戏言，那朕也只有守诺了。臣必忠心报皇恩。那就好，将来你用金矿铸成第二把剑，朕就赏你。谢陛下。你说的是韩嫣？单凭献剑之举，很难说他与卫青之事有关呢。八九不离十，否则怎会无故献宝？这个人与姑母和皇后已是越走越近，口口声声说忠心于朕，可在他眼中，朕只是个傀儡皇帝。他未必真这么想，只是眼前谁能给他的利益多，他就帮谁罢了。反正绑匪头目已经失踪了，几个余党与公孙傲混战中也死了，线索已断，从韩嫣入手也未尝不可。这么说，陛下真要查到底？当然，朕多年未有此思，如今才盼得魏姬怀孕，若有人为了私利权位，存心谋害，朕岂能不查？哀家说不许再查。孙儿拜见祖母、母后。这件事不是已经清楚了吗？皇帝何必庸人自扰呢？祖母向来重亲情，怎会反对孙儿追查意图伤害龙毅的主谋呢？孙儿说得太严重了吧？据哀家所知，是魏姬因为弟弟卫青被抓，急火攻心，哪里有人敢谋害龙毅呀？那主谋就是要魏姬急火攻心，望他滑胎。这笔账要算，就该算到他弟弟卫青头上。不就是因为他收地惹祸，与一众刁民争执，被抓去报复吗？祖母，收地之事早已平息。不知是谁告诉祖母，看来那蒙混祖母的，也许就是主谋。看来你们两个真是姐弟情深呐，一唱一和。可你们在意姐弟情，却忘了
哀家这个皇祖母了。哀家说此事已了，你们都不听了吗？查根究底的，对谁都没好处。祖母此话，孙儿实在难以理解。纠察扰乱后宫、害命谋私之徒，怎么会没好处？那如果查出来是魏姬与卫青合谋，意图谋位夺权，皇帝，你又该如何呢？太皇太后，怎可无凭无据出口伤人？那你说有人加害魏姬，又有何凭据呢？谢所目前虽钝，但朕绝不会放过这扰乱后宫之人。口口声声说有人乱宫谋私，不就是冲着皇后去的吗？太皇太后之言，倒说中了孙儿的心思。若主谋真是皇后，皇帝要怎样？废后吗？若真是如此，宫中又岂能容下一个如此狠毒，甚至意图谋害皇毅的人？那皇帝就得担上刻薄寡恩之名。诸侯将相哪个不知道，当日你姑母如何在你父皇面前出尽全力，保你当上太子。你也别忘了，这朝中上下有多少人是跟你姑父姑母是同气相连的宗亲旧臣？再说，皇后是你说废就能废的吗？皇太后，你说呢？卫青被抓，我才是主谋。如果彻儿一定要查，那就当我是主谋好了。孙儿啊，你自己看看，你害得你母后都为难了，你让她如何面对三宫六院？这就是你要查的真相吗？小人不除，公正不彰，偏袒徇私，难道就能面对三宫六院吗？好，好，说得真好啊！今日孙儿教训祖母的话，句句都是道理。祖母，孙儿不敢。道理之下，还有一个情字啊，这才叫完好。这后宫不会因为加一把刀而宁静。放下，自有所得呀。彻儿，或许你觉得哀家徇私，反正哀家今日所为，对得起这大汉江山。听明白了吗？这件事就此结束了，好吗？好吗？皇后率众妃驾到。娇儿，皇上不会再追查这事了，始终都是骨肉连心，你祖母一定会袒护你的。我看今晚这场家宴，只不过是想让你和皇上和好如初，也好让你在嫔妃面前争回面子。太皇太后万安，皇太后金安，陛下圣安。卫姬在哪儿啊？奴婢在。卫姬身怀龙翼，不宜久战。
快赐座。谢太皇太后恩典。大家都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娇儿，快来服侍皇祖母吧。诺。魏姬有喜，乃祖宗佑我大汉，可喜可贺，所以召大家来欢聚，也邀请了2位客人，宣魏姬兄弟入殿。愿太皇太后万安，皇太后金安，皇上圣安。太皇太后知道魏姬最重亲情，刚好卫青与魏长君入宫看魏姬，所以特意召了他们一起相聚。谢太皇太后洪恩，谢皇太后洪恩。起来吧。今日我们一家人饮宴，不要拘束。赐座，赐酒。今天真是高兴，风轻云散，恭贺龙嗣降临。大家就跟我这老人家叫吧。谢太皇太后。祖母说的是，现在的确风轻云散。可之前建章宫扩建收地而生乱，牵连魏姬弟弟魏青，掀起了一阵风波。今风波平息，凶徒被重惩，当中有功的，不得不赏。魏青上前听风。臣在。朕今擢升你为建章宫监，统领建章宫。谢陛下，卫青究竟是何功，能配得上建章宫监这职衔呢？这次骚乱，卫青英勇机智，化险为夷。若非他及时脱险，恐怕魏姬会因担忧过度祸及胎儿。他保住了皇嗣，这还不是功吗？可是卫青入宫时日不多，恐怕难以服众啊。平阳侯，臣在。卫青一直协助你修葺建章宫，他能否胜任，你该最清楚。公主觉得呢？陛下，卫青虽资历不深，但骑射武功样样了得，智谋胆识也过于旁人。建章宫监一职，当之无愧。唉，那卫青真是因祸得福了。朝中大将在宫中立过汗马功劳的大有人在，也不及卫青年轻有为啊，这么快便可统领宫事。如姑母所说，他年轻有为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朕就加封你为侍中。从平阳侯府的一个马奴，一跃而上变为宫监，又得了侍中封号。看来卫青不但是武艺精通，这仕途昌顺、扶摇而上的本领更加了得呀。卫姬兄长，卫长君多年照顾卫姬也有功劳，赏卫长君1000金。卫青卫长君还不谢恩？谢陛下。哦。
孩儿啊，你是我的儿子，却继承不了我的爵位，是你没有福气啊！这都是你的过错，别怪这个孩子没有福气。取名了吗？他的母亲10月怀胎，难道这段日子里，你连个名字都没帮孩子想过？有，曹香，香柱的香。香。平阳侯到了你这一代，已经名声日下，你想他去相助谁呀？夫人，你是女中豪杰，胸怀抱负。打从你嫁给我那一刻起，我便下定决心，与你一起光耀门楣。可惜，为父不才，有心无力。如今有幸得子，我只好寄望他能助公主得偿所愿，得尊荣，得功勋。香，思日赞赞相在，思日赞赞相夫人在。你说的话总是那么好听。当初你对我说，有我一人足矣，久无身孕，罢矣。你这番话让我一直都以为自己很幸福，原来……公主，那些都是我的真心话，我从没有嫌弃过公主无所处，我只恨自己无德无才，又不能光宗耀祖，指望香儿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求公主成全。你说得倒轻巧，你以为我成全就可以了吗？你要他承袭爵位，皇亲将相必定议论纷纷，你让我这个公主颜面何存？你觉得皇上会允许吗？两位太后会允许吗？恐怕这天下容不下香儿，是为父不好。什么都别怕，有母亲在。什么事都有母亲担着。公主，我对不起你。曹氏得其若此，从今以后，只祈求公主能长乐安康。我曹氏哪怕折寿，也在所不惜。这孩子不能留，择日废爵，请他与那孩子遣送塞外。不可以，这是母后的意思。不管曹氏做了什么，香儿如今已经进府，她是无辜的。朕不能让姐姐受此委屈。朕想要回那个心高气傲、大气凛凛的平阳公主。
如今何在？陛下，酒已经煮好了，陛下尝尝吧。这酒闻着有点酸苦，朕不想喝。陛下，一点酸苦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而且陛下刚才说了这么多话，肯定口渴了吧？饮些酒解解渴吧。这种酸苦之味，朕就是不愿让姐姐白受。陛下，这酒初尝虽酸苦，但细品起来却香甜。且这酒如不同的人会品出不同的味道。陛下何不听听公主是怎样说？不就是爱夫情切，甚至爱屋及乌，宁愿委屈自己，就为了包容那两父子。姐姐，你知不知道，母后与朕有多心疼你？朕从小就衷心尊敬姐姐。姐姐出嫁，朕多希望姐姐有个好归宿。多年来，曹氏无功无绩，但看她一心一意对姐姐好，朕也乐意给她面子，让她风光。但谁知她不但不感恩，还在外面。姐姐自然明白陛下的苦心，只是，我想姐姐也有她的苦衷。弟弟疼惜姐姐，姐姐知道。可姐姐的心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无所处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心里有多急？他当然也不好受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怨过我半句，哪怕是只言片语。他敢！陛下，问题就在这里。既然我是他妻子，为何他有苦难不跟我说？就因为我是公主。正如你所说，心高气傲，大气凌厉。他作为一个男人，一个君侯，就只有人前人后忍让我。这一种酒味，他饮了多年了。陛下，你何不再尝尝？子夫讲得对，初尝酸苦，细品却香甜。曹石这次的确是做了错事，带回了香儿，确实叫人难受。可却正因为如此，我终于可以尝到当母亲的滋味了。陛下，陛下不是曾经说过，腹中这孩子比金玉珍宝都金贵，比指挥军马的虎符更有力量。何不以期待奴婢腹中孩子的心情，体会公主想做母亲的感受？为人父母的滋味，确实拥有天下的尊荣，也无法取代。可那些风言风语，姐姐能忍受吗？我受得起尊重，也就经得起闲言。陛下，
既然公主都这么说，你就答应吧。真是过了一山又一山，这次能劝服皇上，又让他劝服了2位太后。我知道，都是因为你从旁疏导。公主言重了，子夫根本没有做过什么。这事情能够顺利解决，全凭公主那份母性，把愤怨化成慈怜，宽宏大量。母亲天性，这宫里面，只有你最明白我们。公主这么说，子夫实在万幸。当初就是因为公主提携，奴婢才能得圣宠。到如今，即将为人母，这一切都有赖公主。其实当初的确忧虑，把你送进宫里，等同送入虎口。没想到，宫中这许多许多的纷争，你竟能一一度过，不仅快为人母，又得到皇上的宠爱。你现在过得比宫外的人要安乐多了。子夫能安然度过，不就与公主应对此事是一样的吗？使苦涩为甘甜，把一切看似不好的坏事倒过来看，视为好事。你确实与以前不同。以前那个歌妓虽算得体，但终归青涩。可如今落落大方，进退有度，远胜从前了。或许是这一路磕磕碰碰走来，经一些历练，自有成长。宫中之路的确难行，迂回曲折，峰回路转。我们就彼此照应吧。子夫感激公主恩情，公主若愿意继续扶持，子夫定能忘掉一切艰辛。陛下，孩子在里面乱踢呢，不知道是不是琴声让他感觉不安了。来，坐下。现在呢？现在安分了。陛下，奴婢听说，小孩子最爱学大人的模样。若陛下常常皱着眉头，我们的孩子生出来，岂不会变成皱眉皇子或者皱眉公主？段宏已经查出，掠劫卫青的那帮贼匪，接头人是韩嫣的旧部，是韩嫣指使绑架。目的真是让我忧虑，而伤及孩子。若能杀了韩嫣，除掉这祸患，朕自然心宽敞，不皱眉了。只恨当年还是太子时，朕狩猎高兴，答应过不杀他。可他作恶多端，除他之心早已有之。奴婢明白陛下的难处。若出尔反尔，视为不信。况且陛下答应过太皇太后，不再追究卫青被抓一事。若旧事重提，更是不孝。难道因怕背负此等恶名，而任由这祸国殃民之徒继续逍遥法外吗？陛下，奴婢想到春秋时，郑庄公和弟弟共叔段的事。共叔段自持母亲宠爱，
多番科索封地，违法违制，甚至拥兵自重。人人都劝郑庄公去惩治他弟弟，但郑庄公却纵容之。知道共叔盾准备带兵袭击哥哥，庄公不过派200车马迎击，因为庄公知道共叔盾的无道，早失了民心。结果共叔盾果然众叛亲离，大败而逃。庄公说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韩延罪行昭昭，他一定会变本加厉而犯众怒，自惹杀身之祸。陛下军威要紧，不会因为一个区区韩嫣而担上不信不孝的罪名。以陛下的才智，定有办法应对。韩嫣叩见陛下。来了。不知陛下召臣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韩嫣，你说你这剑经历数载，以罕见矿石为材，加上巧匠打造，称得上是天下无双吗？这个当然，若不是绝世，又岂敢把宝剑献与陛下呢？只是你的宝剑虽好，但天下还有比这更加珍贵的剑。段宏找来了3把古剑，说你这剑与之相碰，必成泥尘。最近我新添几把利剑，相传是干将莫邪的师傅欧冶子为楚王所铸的。龙渊、太阿、工部，我就不信韩大夫所造的剑能敌过其中的任何一把。话别说的那么绝，先试试再说。陛下，臣的剑虽好，只怕也难敌这3把由仙人指点铸造的神器啊！朕偏要试。陛下保重龙体，恕臣得罪。谢陛下救命之恩。臣该死，被人蒙骗，误信这3把是欧冶子所铸宝剑。韩嫣献朕宝剑，你却拿这些来比，之前还敢夸夸其词。这3把废铁断了也就算了，可差点伤了朕的忠臣。他还要帮朕采矿石，铸出惊世宝剑来呢。谢陛下，臣定会铸造大批好剑献与陛下。祝陛下在战场上立万世功业，以报陛下深恩。好。禀陛下，江都王3日后入朝的安排都已经准备妥当。好，机会来了。这江都王是朕同父异母的兄长，颇得太皇太后宠爱，而且向来讲礼数，重颜面。朕对他也从来敬重守礼，不会怠慢。启禀陛下，上大夫韩嫣求见。来得正合适。传。诺。宣韩嫣觐见。参见陛下。韩嫣，朕3日后狩猎，可安排好？回陛下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。这几日，臣会去上林苑巡查狩猎之情况。你看，狩猎之事早定，朕总不能为一个小王入朝，
设什么家宴欢聚而更改吧。可江都王毕竟是陛下的兄长啊，又不是同母亲兄。陛下要在狩猎之日与江都王饮宴。对，真烦人。可是臣连新宫都已经做好了，都是考功令精致良工。你怎么不带来给朕试工呢？臣本想在狩猎之日给陛下带来惊喜。那狩猎更不可取消。你去回皇太后，家宴朕不去了，朝上见江都王也就够了。可陛下，这恐怕不合礼数吧？朕已决定了，韩嫣，这几日你就做着朕的副居，走驰道去上林苑打点一切。3日之后，朕与你再去猎鹿射虎，重拾当年豪情，尽收猎物。臣必将一切安排妥当，恭迎圣驾。孙儿，你先别生气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驰道向来是皇上专用，百官诸侯只能走两旁，韩嫣竟乘皇上副居，招摇从驰道正中而过。我以为是皇上圣驾，下车行大礼。枉我是皇上兄长，贵为我大汉的江都王，竟也要向区区一个韩嫣跪拜。他应该是见不到你，所以才失礼了。见不到吗？他还冲我笑呢，还在我眼前飞驰过去。祖母，皇太后，难道皇上的宠臣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不分尊卑吗？还是皇上有心纵容韩嫣来羞辱我？断不是皇帝的意思，应该只是韩嫣小人得志，失了体统。我这个藩王，还不如把封地还了，入宫当个宿卫，与韩嫣一样，岂不是更风光？孙儿啊，何必说这种话呢？祖母听到你这么说，心都痛了。是啊，你毕竟是皇帝的兄长，皇帝极念亲情，断不会为了一个小臣而与你生分的。听到没有？连皇帝的亲生母亲都这么说了，自然是骨肉最亲，都是兄弟嘛。只怕我这个隔几年才入宫朝见一次的异母兄长，还比不上韩嫣这个伴读啊。孙儿啊，你弟弟向来知分寸，只是有时候朝事繁忙，顾此失彼，才让这等劣臣放肆。有皇太后在，自然会还你公道的。这韩嫣敢乘副居走驰道，相信是皇帝御准的，恐怕不能以此罪来治他。韩嫣嚣张，要找到他违法失礼的罪名，绝非难事。皇太后，你说是吗？太皇太后所言甚是，臣妾定会清君侧。谢祖母，谢皇太后。皇太后召臣，不知有何事吩咐？素闻韩大夫对五彩宝石和金丸颇有心得呀。皇太后若对此感兴趣，臣就把最上乘的宝石金丸献与皇太后鉴赏。又素闻韩大夫的那些金丸，每粒都刻有印号。是的，这才显得气派。若皇太后也想在金丸上刻字，臣可以为皇太后构思。不必了，拿上来。这颗金丸，就像你的那般，刻上名字吧。皇太后，这……魏姬，你是从何得到这金丸？回皇太后，是掖庭侍女绿婵教育奴婢的。她又是从何得到？为何而得？又为何交给你？回禀皇太后，奴婢与后宫侍女素有来往，
闻知绿蝉生病卧床不起，前去探望，才知绿蝉被韩大人欺辱，忧郁之病。事后，韩大人竟以金丸将她收买，绿蝉为其权势而不敢告发。经奴婢劝慰，绿蝉愿亲政淫秽后宫之徒，并交出金丸以作证。也就是说，人证物证俱有。请皇太后明鉴，确是臣一时糊涂犯错。不过在这深宫之中，这种事情也是时有发生的，是魏姬少见多怪。请皇太后切莫记挂这些小事，臣定当呈现珍宝。荒唐！这是小事。韩嫣，你果然大胆。若不是魏姬心系发现，受害之人定会忍气吞声下去，你岂不更加嚣张了？韩大夫也承认这种事情在后宫时有发生，可想而知，后宫还有多少宫女曾受欺辱，可却慑于奸人淫威，敢怒而不敢言。绿蝉这次能挺身而出，实属不易，请皇太后替她做主。汉宫绝不允许这等淫贼胡作非为。来人！皇太后恕罪，将韩嫣拖出去，斩首示众。皇太后饶命啊！臣只是一时糊涂，是魏姬，她恨死了臣；是绿蝉，她有意亲近于臣。拖出去！臣纵有一死，也求见皇上最后一面。皇上驾到！陛下圣安。参见皇太后。母后金安。宫中有如此污秽之事发生，竟还说见怪不怪，哀家没法安呐！陛下救命啊！韩嫣她淫乱后宫，她陛下，人难免有七情六欲，这事情在宫里见怪不怪，何足死罪？请陛下替臣做主，陛下救臣啊！母后息怒，此事就交由儿臣处理，定不会让母后为难。皇太后，既然皇上愿替皇太后分忧，何不将此事交与皇上？我想，绿蝉在病中，若得皇太后关注，定比灵丹妙药更有效。何不让奴婢陪皇太后去看看她？好吧，哀家就去问清楚绿蝉。哀家倒要看看韩嫣还有何话说。幸好陛下亲临，不然臣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。那倒也是，你罪行滔天，怎可不明不白就死了？你的舅父孙轩已经被段宏找到，你主使他找人抓卫青，还将罪行推卸到无辜百姓身上，单凭这一件事，就足以赐你死。还有贪图私利，罔顾百姓生死，每一桩每一件都是死罪。这都是冤枉啊！冤枉啊！陛下，你当年于苦饥寒之时，竟以竹金丸做游戏，戏弄百姓，多次弄出人命。百姓为证，你通风报信，害死朕的2位恩师，朕也可以作证。今日，朕就要为被你欺凌虐杀的百姓，为被你害死的忠臣义士报仇雪恨。陛下忘了儿时的诺言了吗？陛下说过，无论臣做错什么事，陛下都不会杀臣的呀。君无戏言啊，陛下。皇上是答应不杀你，但现在要杀你的是皇太后。皇上效你，自然不会服逆皇太后的意志。陛下不会借剑杀人的是吗？是吗，陛下？朕不会借剑，这剑自己进献。纵使臣有千错万错，但臣与陛下毕竟一起长大，姑请陛下念在从小臣侍奉陛下的情面上，并以此宝剑献给陛下，将功抵过。臣必当全心全意侍奉陛下，
效忠陛下，废陛下铸造更多削铁如泥的宝剑。太子立功。削铁如泥，他还真以为这剑能连削3把利剑。当日只是为了增添你的气焰，也酿成了你今天必死的结果。不过，这把剑也有用，它可以让你死得更痛快些。陛下，你好绝。今日孩子不闹了吧？不闹了，孩子听出琴声舒畅，正为陛下高兴呢。朕能舒畅，全靠朕的好子夫。韩嫣才会多行不义而自毙。是陛下英明，想出良方。也要你心善，对宫中众人都以心相待，才能接触会试；更要你说理说情，才能劝服绿婵指证韩嫣，让母后有理由杀他。子夫只是遵循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关顾后宫的旨意。来，将来朕的这个皇儿，一定会像他母亲一样，谦恭仁爱，聪明贤德。那子夫也弹奏一曲，以谢陛下夸赞。好。提气加力，来，呼吸，呼吸，好。韦姬这胎久久不能顺利生下，望诸神仙族庇佑，能顺利诞下皇子。苍天保佑！韦子夫千万不要生儿子，无论男女，最好夭折。皇祖母、母后，陛下晚安。平身。皇帝自重，皇帝金躯，唯恐污血晦气沾身，再等一下吧。啊！陛下，恭喜陛下，母女平安。好，好，平安就好。小公主聪明可爱，第一声啼哭是报母女平安，再次啼哭是恭请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陛下万福金安。恭喜陛下，喜得公主。
子父，辛苦你了。怎么会？你看，多标致。祖母，母后，这公主多乖巧可爱啊！这个小公主啊，生得真是可爱，真讨人欢喜呀。公主也挺好的。不管是皇子还是公主，都是朕的第一个孩子，朕都开心。传朕旨意，4城中，鳏寡孤独每户粟米2斗，与民同庆。还有，敲钟昭告天下，未央宫喜天公主。平安就好。小公主弥月将至，为庆贺皇女，赏赐她3色锦10匹，玉串饰1串，银镯1对，9子圆帘1套，金纺篆1个。不知母后意下如何？乃生女子，在弄之瓦。这纺篆虽只是把弄的玩具，但寓意深远，是祝福小公主心灵手巧。贤淑慧霞的吉祥物，不能马虎。诺。祖母对小公主疼爱有加，孙儿替她谢过祖母。还有小公主平安降生，太医令、汝医等赏赐黄金2锭，鲍氏宫女兰陵殿上下各人等赏白银1锭。不知母后觉得可好？好。那么魏姬，祖母，当年说过不赐魏姬封号，以学习宫中礼法规矩，期限已过多时。现在她又为朕添了第一个孩子，封魏姬为夫人，实在是名正言顺，请祖母成全。皇帝就因为魏姬生了第1胎，就要册封她为夫人，未免急了点儿吧？这样的话，是要置皇后的颜面于何地呀？更何况，那也不过是个女娃。可是，祖母，彻儿，你还是要顾全大局。太皇太后说的没错，封赏过重，只怕会惹得后宫不安宁。如今赏小公主厚礼，已经是莫大的恩宠了。臣妾这就去吩咐准备赏赐的礼物。你去？后宫之首是谁呀？这种事，当然由统领后宫的皇后去办。那臣妾就去告诉娇儿，明月礼上封赏。哦，不对，是只赏，不封。哀家又没说不封。搞那么大阵势，还不就生个女儿？哼，有什么好嚣张的？看他就是个福薄之人，就算赏赐再多，也飞不上天呐。他让祖母足足等了10个月，可结果呢？哼！你有没有看到当时祖母的神情？与其生个女娃，倒不如不生，免得惹人失望。皇后、窦太主，众嫔妃已经在殿外等候宣召，说是要先来向皇后请安，再陪皇后一起去兰陵殿。来。哎呀，看啊，多美呀！
娇儿，任人家拼了命的生孩子，可这后宫始终都是有嫡庶尊卑之分。皇后就是皇后，大家始终都是要看你的脸色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这6宫之首可要恭喜恭喜魏姬了。就这样，每天活动一下，小公主就会越来越健康。她笑了，以后公主得常来啊，教教我。放心吧，慢慢就会了。记得我刚带仙儿的时候，比你还忙乱，但现在啊，什么事情都难不倒我了。前2天仙儿发烧，君侯他急着要求医，我猜啊，应该是要长牙了。果然是。皇后驾到，各位嫔妃到。毕竟是皇上的第1个孩子，封赏是少不了的。你等着领赏吧。皇后金安。皇后金安。佳人子魏姬受赏。小公主芈月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特意赏赐3色锦10匹，银镯1对，9紫圆帘1套，金纺篆1个。不只有赏，还有封。奉太皇太后懿旨，魏姬为后宫添福，增辉采税，喜比钟离，封魏姬所生女儿为魏长公主。怎么，还不谢恩？奴婢谢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圣恩。还有，魏姬，我也有礼物赐你。春玲，诺。我知道你才这样一个佳人子，实在月俸不多，辛苦生下了这女儿，死了身子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让你好好补补身子。谢皇后。沈家，把魏长公主抱给皇后和各位姐姐看看。我来抱。诺。魏长公主啊，你是皇上的心头肉，皇上每日都非要见你不可。将来呀，哪个敢惹你讨厌，就遭殃了。你们不沾一下他的福气，吃亏的可就是你们了。平阳公主说的是啊，怎能不沾沾小公主的福气呢？小公主果然俊俏，你看这小嘴巴，长得比魏姬还好看呢。小鼻子也挺英气的，可惜不是个皇子。是啊，是啊，没想到生个公主。真的啊，你看，这鼻子像极了皇上，真好。魏姬啊，是有女儿就心足了，能生个女儿承欢膝下，也实在是难得。这种福气可不是人人都有的呢。奴婢失礼了，姐姐们来了这么久，都没有好好招呼你们。喜娘，哎，快把我做的糕点拿上来。诺。不必了，我还要陪太皇太后去赏花，你们自便吧。哦，我也先走了。我也有事要走了。哎，姐姐等我，我也先走了。
那我也先走了。来，陛下，你看，这一片春雾，真的仿若仙境一般。你还有心情赏景啊？告诉朕，未得册封，难道没有丝毫埋怨朕？怎么会埋怨陛下呢？我们的女儿有赏有封，奴婢从来没有想过女儿能如此风光。至于奴婢有没有封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奴婢知道陛下厚爱，已经知足了。女儿就是陛下给奴婢最好的赏赐。其实祖母这次真是应该。请陛下不要埋怨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自有她的想法。若奴婢刚有所出即获封，必会招致其他人的不满，倒不如顺应了太皇太后的心意。毕竟，知足是福，知止不殆。有你在朕的身边，才是朕的福。你猜我们的小公主现在睡了吗？陛下刚刚一直抱着她不肯放手，怎刚一离开又想她啦？是又怎样？难道你嫉妒了？